大家好，又到了 Blender 的学习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用一张相片来实现一个 building， 一个古旧的 building 进行它的 3D 效果。如果想找到这种建筑教程，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，进入主页，点选合集和列表64。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，包括虚幻引擎5、Blender、Twinmotion 和 AI 实现。然后呢，在第2页开始就是以 Blender 的各种分类的教程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从第2页到第4页都能找到，有可能找到其中一个叫做建筑，好，我们找一下建筑教程的一个文件夹，打开就是所有之前用 Blender 实现的建筑教程都在里面，包括万里长城等等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刚用 Cycles 渲染出来的相片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重新来建一个房子我们打开一个新的 Blender 以后呢，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的一个插件是 Blender 自带的。进入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，在 Add-on 这里呢，我们有个叫 No Wrangler 的插件是 Blender 自带的大家把它勾选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这个插件可能用得到，然后另外一个插件呢，这个是一定用到的，是 Image 搜索 Image， 这个叫 Import Image as Place，OK， 就是导入相片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在一个叫 textures.com 的网站 ，OK， Enter 以后呢，在这左下角我们进入 Library 图书馆，然后选 Buildings， 然后呢这里有个18世纪的 European， 就是欧洲的建筑，点击进去就是所有的18世纪欧洲建筑都会在这里面然后呢我们选一个房子呢，就是好看一点的我们可以选这个，也可以选这个，当然你可以选任何一个就是已经摆在那的我们不要选窗户那么多的，否则呢就比较难。那我们就选这个吧这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。然后呢点击这里呢，如果你还写着 free 的free 就是免费的意思。这里呢，因为我刚才已经选择了，所以它现在变成 purchase。已经购买了 ，OK。然后呢，你在这点一下，它这里显示是 FREE free 免费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自动就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像 ，OK。好，这是一个图像，而现在呢做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立体好，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立方体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立方体删除 ，delete，OK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添加 image as place，OK，然后呢，找到刚才的那个图，导进的那个图好，是这个，可以点击变蓝框。好，这个图导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打开 Viewport Shading 看，它非常小，是吧？所以我们 Scale 这里可以改Scale 成20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会儿描它的身上的部位的时候就容易一点，把它搞大。好，跟着我们到最重要的方面，就是 Edit Mode， 先把它的房子的边缘给勾勒出来，因为它现在这边还有一些别的房子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X 坐标然后 K 键J 是吧 IJK 的 K 键K 键先用钢笔工具勾勒出这个房子的主要边缘。好，我们点击这个正面然后用 K 键点击。好，这里呢就开始了你的画画。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是 Photoshop 是不是有个钢笔工具？这个就是形如 Photoshop 的钢笔工具，这是 Blender 的钢笔工具。我们先把我只是大概画一下这个 OK， 把它的所有的这个边缘这个房子给勾勒出来。
大家可以放大看啊，我就随便画一下就算了。好，鼠标滚轮可以让它放大、缩小。啊，如果画的不好 ，Ctrl Z 回去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里就画下来就行了，一直画到这下面，然后粘上，然后呢，在这粘上，粘到最后一笔 ，OK，Enter 就全甩了 ，OK， 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到面模式，甩面模式，用移动工具这里啊，你就可以甩这个面，啊，这里这些不要的面可以 X 键删除，这样的话这个房子就出来了，对吧？虽然我估算的不是那么好啊。好，跟着呢，下一步，这个房子现在出来了，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看，好，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建筑，还是面模式全选，数字一键侧边啊，是这样的，侧边对吧？数字一键，然后呢，把它用移数工具啊，你可以这样子拉 ，OK， 然后呢，把它往后拉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房子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把 Y 轴和 Z 轴，我们不是0的改为0 ，OK， 这样的话是个房子就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房子呢，它现在是透明的，对吧？好，它现在是透明的。我们进入材质设置这里，我们把它变成不透明，也就是说把这个 Alpha Black 变 Opal，Alpha Click 也变烂，这样的话这房子就不是立体的 ，OK， 啊，sorry， 就是立体的而不是透明的 ，OK。这里有没有 Opal 啊？这也 Opal 吧。好，到另一部分，这个时候呢就轮到做它的窗户的反射。我们同样回到编辑模式，大家又是把这个 X 轴点进去，好，点进去把这个伸出工具关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同样用 K 键啊来把它这些窗户变成透明的，变成那种窗户的那种样式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儿添加多一个材质 New， 然后呢，把它改名 Glass 就是玻璃 ，OK， 然后 Assign， 好，跟着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画了，用 K 键，同样是用 K 键啊，按一下，画，OK， 好，这有个对吧？当然你可以这样画，我们重新画一遍。我想把它给就是从这边开始，这样的，哎，sorry，啊 ，K 键从这边开始，让它稍微连贯一点。啊，这个没画好，要从这里刚刚开始。等一下 ，K 键 ，OK， 在这个角落这里画，然后呢上去，下来，啊，这样来画 ，OK， 这样的话连上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这里再继续下来，好 ，OK， 这样又连上了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到下一个，你就可以 Enter， 好一个。
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点模式来看，这样看得出来哈。跟着呢，再做 K 键，这样来画，把这些窗户画出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继续画。好，我现在这样画的没那么好，稍微画的好一点。OK。OK，K 键重新画一下这个 K 键画。OK， 好 ，Enter， 好，跟着呢又是这里在 K 键，哎，好，可以看到啊，有些线它过来了，那你就没办法，你就只能可能你把它给连在一起，看看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。它这样的话呢，所以你就要可能稍微画歪了一点。OK， 你就可能要稍微歪一点或者偏一点，啊，稍微歪一点偏一点来画，因为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扣在一起了啊。这里这条线是不是扣在一起了？好 ，Enter。然后呢，可以把这个点稍微用移动工具往下移，哎，这样也可以修，是吧？好，跟着呢，我们继续画，就这样画完它啊。好，然后再 K 键，再继续在这画。啊，没画好的呢，就用移动工具把它给稍微移一下是可以的。OK， 不行的话，那你就把它给在这儿画，歪一点画，连上去。OK， 然后 Enter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选这个移动工具，把它往下移一点。OK， 好，我就是给大家知道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大家把这些啊，时间关系我就不把这些画了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跟着回到面模式啊，然后把这些面左手虚键，右手鼠标左键，好，把这些就是这些面啊，多余的就不要选了啊。这些面选了以后呢，就选 glass， 然后呢，这里呢换到 glass BSDF， 玻璃的 OK， 玻璃的这个材质啊。然后呢，在物体模式下看，好，回到 Edit Mode， 然后呢，它是玻璃的材质 glass， 然后 Assign OK Select， 然后呢，在这个渲染这里，你把这些反光啊，这个叫做 Screen Space Reflection 这些地方打开 OK。 那现在它这个呢就有点像玻璃一样透明了，对吧？我们还可以再搞好一点，因为这里好像有点没搞好，是不是这个画的？我们回到点模式，看看哪里没修好啊？这个点把它上移 OK， 这样来把它修一下 OK。 好，再换到面模式。好，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把它全选了这些面啊，我就虽然我就没时间在那慢慢的修了啊。好，或者是说在 Cycles GPU Compute， 在这里看啊，它就是那种反光的玻璃的那种设置，或者在这儿。好，先用 EV 吧。然后呢，这里回到物体模式下。OK， 玻璃就是这样子来做出来的，或者是说你在资产库里，自己的资产库不是有个玻璃材质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在这儿搜索GLASS， 然后找一个有反射的玻璃材质，拉到没打开，拉到这个玻璃材质这里 OK。 好，大家可以看这玻璃材质就出来了啊，虽然我画的没那么好看啊。如果你就是如果要修的话，就是编辑模式、点模式啊，把这些点
上一点，然后修得更好看一点，就这样修就行了。OK， 你看这玻璃就出来了，然后大家就按照那样用点模式 K 键来把这个做好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做它的这个突出这些地方，同样的是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， 然后呢，然后又是 K 键 ，OK， 在这画。你可以看得见啊，这里有些塞进去的是吧？凹进去的地方，你就是那样画，根据你的需要 ，OK， 好，粘上了是吧？好，然后呢 ，Enter， 没粘好 ，OK，Enter 以后呢，换到面模式，那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面？我这里没画好，看看点模式这里有没有的修。好，我们重新来这个点模式，然后呢 K 键在这儿画一个，一定要确实这个点到位。OK 这里有画了，对，有三角了啊，所以它如果是重合的话，你就可能只能在这里加一个 ，OK，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重合了。好，这粘上，OK。好，跟着呢 ，Enter， 你可以看这就没重合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些点可能要修，就像是这个点，然后把它稍微往右移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再换面模式，这个面就选出来了，好，这里选出来了，然后呢，还有这里，这也是记得这个 X 搞完，然后呢 ，K 键在这也画一个。好，你可以让它突出，也可以让它凹进去OK， 好，跟住搞定 Enter， 然后又选这个面，这个面也选了，然后呢，还有还有下面这个门儿，这个门儿我们又是 K 键，再把这个门儿选上，好，选上是吧？然后呢，到这里 OK Enter， 同样的是再 K 键，不是这个 K 键，把这边窗户也选了 OK， 好了，现在呢再 Enter，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全选这些面，一个面好像这里有个对，然后呢还有这个面对吧？然后呢好，这些面都选了以后包括我鼠标不选这几个面，先选这两个 OK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里也搞一个 K， 我先把这个移动工具挡住的关掉往下看，你看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 K 键好，这里画个圆OK Enter， 然后再来一个 K 键，把这个圆这个圆的这部分也给搞出来我就随便画一下，你可以画的更细致一点。好 Enter OK， 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又回到面模式，选这个面，好，用把它这样移用一束工具把它往右，不是突出的，OK， 让它突出。好，突出以后呢，别忘了有点就是比较差不多零的就要改零，如数字大的就保留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立体的地方是不是出来了
啊。当然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给出出来。哎，不要甩，就甩这一个啊。刚才我们忘了甩这一个。OK， 好，这个圈也出来了，是吧？好，轮到这个窗户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该选窗户了啊。我们把这些刚才我们选了的窗户这些 OK， 哎，这里没有 OK， 我就随便就是用 K 键来搞了几个窗户，当然还有这下面这个门啊，左手键右手鼠标左键啊，然后呢，它这窗户这些呢就往里面往右边拉，哎，拉太多了，稍微拉一点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 Y 和 Z 轴都改为0，不是0改为0。好，那这个玻璃呢，它就反射了，而这个门呢，这就是凹进去了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啊。这些窗户，其他窗户呢，我就不一一的 K 键做出来了，因为时间关系嘛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基本上都做出来了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呢，你就搞个摄像头啊 ，N 键出侧边栏啊 ，View 啊，勾选 Camera to View，然后把它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啊。好，然后呢，给它一个世界背景 polyheaven.com 搞个什么背景啊。哦，错了，应该是这个 cat documents material， 然后给个3D 环境背景啊，然后搞一个这个吧，随便。好，然后呢，在 viewport shading 看，啊 viewport shading 看，然后你在 shading 这里呢，啊，你就可以就是进入世界背景，哎，这里也进摄像头，然后把它给啊，现在呢就 no wrangler 这个第一个我跟大家说勾选的插件了 ，Ctrl T，OK，然后呢把它的这个位置，这个房子的位置给稍微移到你认为合适的位置上，啊，可以建在这里半山腰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呢勾选关掉，按进侧边栏啊，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变成Cycles 渲染啊什么的 ，OK。好，这个房子呢，你就可以看见啊，我们出摄像头，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立体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当然就是说，有些立体的地方你可以做得更好一点，突出啊，该突出的该突出，该凹进去的凹进去，对吧？好吧，好，那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文件啊，这个我就不存了啊，回到刚才我做的那个 ，OK， 我做的这个。在这个好，刚才我做的那个呢，就稍微细致一点了，把这个窗户都凹进去了啊，是吧？这个该修的都修出来了，你看，再凹进去的凹进去，该出来的出来，是吧？这个立体就这样做出来了。好，这堂课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请喜欢这堂课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愉快一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